Hello 呀，欢迎回到 Coffee Cado， 我是你们的牛油果。今天呢，牛油果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网友询问牛油果的一些问题，那就是关于用家用咖啡机打奶这个过程。今天呢，刚好牛油果的 Bravo 878也修好了，那我就想说用 Bravo 878给你们示范一下这个打奶的全过程，然后同时呢，也可以提醒你们一些打奶的注意事项哦。那在选择牛奶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要注意的，就是我们在选择牛奶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找牛奶脂肪含量在3%到6%之间。那这一之间的牛奶呢是比较好打奶泡的。那在加拿大呢，就是这一款它是 lactose free 的牛奶，然后我选的是2%的。我发现它也是很好打奶的，现在它也有出3.25%的，所以如果大家学习的开始，我会建议大家还是用3.25的牛奶。如果之后你们已经比较顺手的话，然后不想要喝脂肪含量那么高的牛奶的话，那我就会建议你们可以试试看用2%的去打奶看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全部的整个打奶全过程，我都是会用2%的这个牛奶秀给你们看。那我们就跟着视频走吧。在接下来的注意事项中呢，那就是奶缸了。在家用咖啡机的奶缸选择中，我们一般选择350到450之间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我们家用咖啡机的蒸汽棒有个缺点，就是它这个距离比较短，因此呢，你在这个蒸汽棒在没入奶缸的时候呢，你需要给它跟页面有一定的触碰距离，跟你要把它埋进去，对不对？那因此呢，我们在选择奶缸的时候就不可以选太大。同时还有一点就是，家用咖啡机的弊端，它的蒸汽棒蒸汽是弱的，因此呢，我们奶缸就不能选太大，因为这样会影响它的奶泡翻转。那接下来我会给你们一个打奶练习的全过程，然后告诉你们一些注意事项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要打开蒸汽，让多余的水先喷洒出来。当它直接逐步变成气体，我们就可以关起来，准备好奶缸，开始要打奶。牛奶可以倒在奶缸奶嘴的分界线之间，然后就可以将蒸汽头浅浅埋在页面，调整角度。一开始进气的时候都是以大气泡为先，持续进气时保持不动，让大气泡逐步变成绵密的小气泡。同时观察页面要上升到1至1.5厘米，这样就可以将蒸汽棒埋入液体中。最后只要等待烫手的温度之后，就可以停止加热了。基本上我都会在55度之间。稍微有点厚，但是我觉得也不影响，可以推心。如果你能把页面打得这么光滑，那就算是成功啦。如果你感觉页面有点小泡泡，你也可以这样敲，然后再旋转一下。然后这时候就很完美，但是如果你打太薄，不要敲。这就是今天打奶的过程了，那我再带着你们过一遍吧。接下来我用另外一个视角演示一遍整个做咖啡的过程。那首先我也是先将 espresso 萃取好，之后呢，我就会开始放蒸汽棒里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先出蒸汽之后就可以开始打奶了。打奶的时候，蒸汽棒我会面向自己，然后将奶缸稍微倾斜一方，左边右边我觉得没有太大关系，还是要看你个人习惯。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认真观察页面了。后续的页面如果像这样丝滑明亮，那证明这一个奶泡可以好好的拉花了。打奶结束后要顺便清洁一下蒸汽棒哦。可以再次打开蒸汽，让多余的水分出来，之后呢再关掉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可以避免一些蒸汽棒堵塞或者是蒸汽太弱的现象哦。
通过第2次打奶过程，希望可以给你们来一个巩固的感觉。同时呢，今天打奶的全过程也结束了，希望你们喜欢。那我就附上我小小郁金香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哦。希望大家在家也可以打出一个好的奶泡，那这样子呢，离后续的拉花就更近了。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